八仔半夜打电话给老爸，说他今晚要在眼镜仔家过夜，可他实在受不了眼镜仔撒娇发嗲，求着他讲睡前故事的样子，实在是太让人害怕了。天不怕地不怕的八仔难得喊出了 help， 侯默却说：“儿子，你是懂规矩的，接受邀请，坚持过夜。”说罢挂断电话，躲在被窝里幸灾乐祸。臭小子，终于知道折磨二字怎么写了，这就叫报应呀！嘿嘿嘿，有人笑就有人哭。马吉忽然收到噩耗，他的阿姨尤尼斯快寄了。他必须马上走。侯默第一反应是替老婆难过，但他反应过来，马吉是要自己过去，而不是拉他一起去世，立即本能的陷入狂喜。为了照顾老婆的心情，侯默强行把嘴里憋不住的笑努力变成呜呜咽咽的哭腔。马吉头一次见老公表情如此纠结扭曲，十分感动。哦，亲爱的老默，没想到你这么爱阿姨，她老人家呀。侯默一听这话，差点绷不住了，他使劲搓了把脸，说：“我全心全意想要去奔丧，但孩子们需要我呀，所以对不住了，老夫大人，你一个人去吧。”吃席的时候，给他多打包点猪肘子，把孩子们交给侯默。马吉有一点点不放心，所以临走前，他仔细交代了好几遍。食物已经备好，扫地机器人也已经设置好，欢迎果来要送给新来的东欧邻居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今晚网飞将要播出新一集《怪奇物语》，马吉要求侯默不准偷看。等他回来后，他们找个过二人世界的时间，一起追剧，增进夫妻感情。那9个小时看剧的时间属于他们俩，就像一块精心准备的蛋糕，谁想吃谁后吃，谁多吃谁少吃都不是大问题，但这关乎到马吉在侯默心里的分量。侯默虽然很想一口气看完新剧，但望着老婆期待的目光，他只好满口答应，说：“我虽然不完美，错过了结婚纪念日，但这一次一定不会错过 ，no problem， 放100个行吧。”马吉半信半疑的离开，来到尤尼斯阿姨家。两个姐姐帕蒂和赛马已经商量着开始分遗产了，各把一味家具贴上自己的名字。马吉毛也没捞到半根，还要负责张罗葬礼事宜，这就叫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呀。然而尤尼斯阿姨其实还有半口气没咽下去，一瞧这帮家伙如此不要脸，硬是靠着一口怨气活了过来。他就是砸光所有家具也不留给白眼狼。另一边，侯默在家里开始了神奇育儿法，他认为给孩子们读睡前故事，不如教孩子们吃睡前故事，这样孩子才能把书本嚼烂嚼透，吸收知识。嚼了半本睡前故事后，侯默陷入婴儿般香甜的睡眠。晚上他被楼下的动静吵醒，发现《怪奇物语》最新季已经上映，丽莎和八仔正在追剧。侯默连忙劝阻说：“作孽啊，孩子们，这不能看的。”八仔和丽莎幸灾乐祸起来，给妈妈下保证书的可不是他们哦。侯默忍不住扫了一眼电视屏幕，马吉的叮嘱立即像紧箍咒一样，他当起了鸵鸟，把头捂进被子里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第二天，侯默一进核电站，就发现每个人都在追《怪奇物语》。侯默仰天长叹：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捉弄他？新剧上映晚几天看会死吗？侯默光是捂住眼睛不看也不管用，因为这些人还在到处讨论剧情。兰尼甚至写了100万字的同人小说，要请侯默品读。因为网飞新剧上映而苦恼的人不止侯默一个，因为流媒体大行其道，传统电视节目日渐式微，电视小丑阿壳的收视率越来越低，他不得不尝试整狠活，活儿没整出来，差点把戏子梅西整死。阿壳用实习生的工资标准请了3位不知名编剧，其中一个还是他的侄女儿，别人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阿壳是兔子专吃窝边草，逮着情侣坑。侄女儿建议阿壳搞特别直播，现在直播带货那么多，多少过气老艺人扎堆冒出来，一个入驻视频卖给100万播放，吸引新老韭菜后开始带货推广，事成之后3期分账，回去数钱数到手抽筋。阿珂长叹一声，没那星光算，咱不揽瓷器活，我连台词都记不住，现在胡诌几句话就能爆裂塌房，大大的不可。虽然3个编剧都是水货，但毕竟顶得诸葛亮。大家一顿头脑风暴，决定搞一场趣味竞赛，获胜的孩子将获得阿壳商店5分钟的经营权，玩具随便拿。辛普森家里，侯默伺候好孩子们上床睡觉后，独自躺进沙发，打开电视找好剧看，大数据马上给他推送了怪奇物语。侯默嘴上说是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，他忍不住点开了怪奇物语最新季，最后关头又在天人交战，他仿佛看到网飞首席内容官通过大数据运算出现在电视屏幕上，就像蛊惑人心的女妖一样。 AI 内容官告诉侯默，马吉嘴上要求他不准偷看，其实他经常背着侯默看很黄很暴力的限制级犯罪剧，不要为无聊的仪式感纠结了，听从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吧。邪恶 AI 如同恶魔般的低语，最终成功蛊惑了侯默。他说：“我只看1帧，然后是1帧。”侯默一晚上看完了最新季，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，只觉得酣畅淋漓，大呼过瘾。但不巧的是，他刚关上电视机，马吉就回来了。侯默慌了神，他哪能料到马吉会半夜里回家？马吉见侯默神色慌张，半夜不睡觉，躲在沙发旁，一摸电视机还是热乎的，打开电视一瞧，正是《怪奇物语》最新季结尾画面。他勃然大怒，认为老公根本不在乎自己，承诺当放屁一样。马吉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第二天，侯默照例有早餐吃，不过马吉投喂的果汁直接省略了进食消化的步骤。侯默说，马吉说，不过闹归闹，马吉只是正常发泄情绪，没打算走离婚这一步。老默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，想按照惯例去睡沙发，马吉却要求他继续睡主卧，不要让你尝尝从我冰封的心里射出的仇恨光线。当晚，老默感受到了冷战的威力，冰冷刺骨，好似他身边睡了个巫妖王。即使梦中，侯默也深受负罪感折磨。AI 内容
验官告诉他，通过大数据统计，马季私下里经常看歌舞剧，看样子很喜欢跳舞。洪默真想取得老婆的原谅，何不去学习舞蹈，让老婆惊喜一回？洪默一寻思，马季好像确实喜欢舞蹈，只不过他的舞技实在太差，以前没少在外面丢脸，所以马季渐渐跳得少了。想到这里，洪默一拍大腿，决定干了。他叶容乔装了一番，来到初级爵士舞蹈班，美女教练金发碧眼，非常镇定，引来无数老流氓拜倒在石榴裙下。教练难得遇到一个肥宅中年人，来学舞蹈不是为了吃他豆腐，而是为了赢回老婆的心，对洪默非常欣赏。洪默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自己在外面女人缘莫名很好。洪默太虚胖，跳了没几分钟就汗如雨下。美女教练亲自陪洪默1对1单练，还说要把他这个最差劲的舞者当成自己职业生涯里的又一个挑战，不教会洪默跳舞，他誓不罢休。教练都这么发话了，洪默又怎么能放弃？于是一个又一个夜晚，洪默都在磕磕绊绊中度过。他不知道踩了教练多少次，摔倒了多少次濒临猝死边缘。美女教练不仅自己拼，还叫来一位比男人还男人的闺蜜，把洪默狠狠练了1个月。马季检测着洪默的体征指标，还以为洪默这些天当飞贼去了，一到半夜就心率飙升。洪默每晚外出时都说是去泡酒吧。马季给老谋子打电话，想问洪默喝个酒怎么心脏动静这么大。老谋子表示洪默快1个月没来酒吧了。马季更生气了，洪默现在不仅夜不归宿，还骗他，以后一辈子跟沙发睡吧。正所谓质变决定量变，洪默隐藏的天才属性发动了。虽然他胖的西装都穿不下，依然能在舞池里陪马季跳一场完美的交际舞，赢得了全场掌声。马季感动的眼泪哗哗，立即原谅了他之前的所有过错。另一边，孩子们看到了一档全新节目，小丑阿可举办了一场有奖竞赛，比赛内容是写一篇15字以内的微小说，主题是比起美国和上帝，为什么你更喜欢我？脸都不要了。前3名就获得阿可商店零元购机会1次。阿可手动 PS， 网飞员工与狗不得入内哦。巴特作为阿可的头号粉丝，自然抢着参加比赛，但他的写作能力基本等于无，只好抄袭了丽莎的随口妙语。丽莎警告他，靠作弊得来的胜利是不会长久的。八仔只能他在放屁。经过一轮轮残酷的选拔，八仔、眼镜仔和拉尔夫得到零元购机会，他们还有最后的决赛，在规定时间内谁的购物车里的玩具最多，谁就能获得最终胜利。八仔和眼镜仔拼了命抢，最后阿可告诉他们，带走全部玩具是不可能的，他出点血送2位公子一人一副乒乓球拍吧。恭喜2位学到了人生中宝贵一课，谁信抽奖谁就是傻子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随时评，我们再见。